今天呢，我们讲一下混元视频的高级应用。那这个核心的点呢，其实是使用 Flow Edit 这个技术呢，在之前我们在 LTX 或者是其他视频里边讲到过啊，重点是对视频当中的某一个部分呢进行修改。当然，这种修改呢，主要是通过提示词来修改的。那在这个实体视频里边，大家看一下，这是一个鹦鹉，这个呢是一个猫，当然这个猫长翅膀。这是一河马，这个是一个龙啊，是一个神兽，对吧？所以说呢，我们会发现啊，这个特别有意思。但是呢，这个东西在混元里边用的呢，其实不是特别的多，但是它的应用价值又特别的大啊。所以说呢，我们就详细来给大家说一下。那在这之前呢，我们先来生成一个参考视频啊，就类似于左侧这个视频。这个视频呢，我们建议大家还是用混元去生成一下。那我们可以打开一个混元的标准的工作流，当然指的是 Config 原生实现的一个混元的标准工作流。在这里边的话呢，我们会用到一个提示词，这个提示词呢，我核心呢是一个漂亮的中国女人正在跳舞，它会生成一段这个提示词啊。那下边呢，我们就可以把它跑一下。在这之前呢，我们就直接用上加速技术。用的方式，我建议大家可以直接用我们上一个视频说的这个 Tcache 的加速技术。因为呢，它的泛化能力会更强。那我们看一下，主要用的是这个 Value Forward Override， 然后再加上一个 Apply Tcache Patch 就可以了。我们先加上 Value Forward Overrider， 然后给它连上。下边呢，我们来 Apply Tcache Patch。 由于我现在是混元所以说这个值应该是在 0.15 左右。那我们直接来生成一个，大家看一下。因为我现在是49帧，大家看一下这个生成的视频稍微有点非真人的感觉，是吧？那这样我们稍微改它一下啊。那我增加了一个，就是这个是由索尼的一个 HDR 的相机拍摄的啊，我们希望它有一些真人的质感在里边。大家看一下，这是我们采样之后的这个效果，这个也一般，是吧？这两个用哪个都行啊。待会儿呢，我们会用这两个里边的一个当成参考视频。当然，其实在我的原意设计里边呢，我并没有希望它是一个古典人物啊，这个无所谓，对吧？我们就暂时先这样。那下边呢，我们就来进入到我们的 Flow Edit 这个环节。首先呢，我们看一下它的安装。这个安装呢非常的简单，那么你只需要将这个节点给它拷贝到我们的 Custom Node 里边就可以了。不需要安装什么依赖。那装好之后呢，主要是用在我们的 Native 这个工作流里边。如果你用的是 K 神的那个混元的扩展的话，这套节点可能是不太实用的。完了之后呢，我们可以在 Example Overflow 里边找到 Flow Edit 这个工作流，大家用这个就可以了。那我们把它拖到 Config 里边来看一下，打开我们的 Custom Node， 然后混元 Loom Example Overflows， 然后把它拽进来。那首先呢，我们先来看一下一个正常的一个操作啊，就是你怎么才能把它用的最好。首先呢，就是我们需要有一个参考视频，完了之后呢，我们并不建议大家把所有的这个帧数都读进来，太长了，还是我们这儿读49帧，这个你可以稍微跳一帧读一下啊。另外呢，我们把它 resize 一下 ，resize 大小呢，我们同样是用480和848。16:9的这样一个比例，这儿我们建议大家可以预览一下，帧频呢可以用24或者25都可以。这儿我们选成 MP4， 注意啊，这个就不要保存了，因为它就是个预览。采样之前呢，我们先把它禁掉，看一下预览的效果。也就是我们读出来的前其实是98帧啊，因为我这是每2帧读一个嘛。如果你正常去采样的话啊，那可能会碰见这样的问题。对，待会儿我们会用49帧，这儿我先用25帧来给大家做一个演示，因为要是49帧采样会比较慢啊。我把提示词稍微改一下，大家注意啊，所谓的 Flow Edit 指的是2个条件，一个呢是你原始的这个提示词，而
这个是你改进的提示词，你怎么去判断哪个是原始的，哪个是改进的？你要注意啊，原始的提示词它这个 conditioning 呢会比较小，你看这儿只有 1.0， 而这个改进的呢会是 7.0， 对吧？所以说呢，我们这儿写一个 a girl 是原始的 is dancing， 正在跳舞。我们做简单实例嘛，所以我就简单写。然后这个呢，我们可以写一个汉服 girl is dancing， 这很简单，就是说我们上面是一个普通女孩，下边是一个穿着汉服的女孩在跳舞。然后你要注意啊，所谓的 flow edit 最核心的部分主要是这样几个节点。第一个，这是个通用的，只要你要用它这一套呢，它这有一个 reverse model PRED 这样一个节点。这儿这个 scheduler 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规划器呢，它其实就是一个普通的。注意啊，这是30个采样。这儿这个 sampler 是它单独的提供的，就是 flow edit 的 sampler。这儿有2个非常重要的这个步数啊，一个叫 skip steps， 一个叫 drift steps。这个你可以在它的扩展里边看到相应的描述，大家可以看一下。skip 呢指的是你要跳过多少步 ，drift steps 指的是在最后啊，你用多少步去优化这个视频啊？所以说呢，我们这2个步数你调的不一样，得到的效果肯定是不一样的。那你可以认为这个是跳过的步数，而这个是真正采样的步数，而中间的这个呢是空跳的步数，你就大致这样理解一下。那如果按它的这个设置，就30步采样，我们跳过2步，只用后边的8步来进行 refine 啊，就是进行采样的修正的话呢，得到的结果一般是这样的。我们来跑一下。可能很多人拿到的结果都是这样的，就是模糊的。那模糊的效果很明显，应该是 refine 的步数不够。当然，在这之前呢，我们先解决加速的问题。大家看一下，这个采样的速度很慢，我们用 video forward override， 然后这儿呢，我们用这个 apply tcache， 然后看一下现在这个速度是不是应该有提升。大家注意这个阈值，这儿呢一定要根据你选的模型不一样来修改啊。这儿我用的是混元，所以说是 0.15。跟它论文上边的设定的阈值是一样的。好，现在这个采样也完了啊，107.79，差不多是吧？那大家就用这个组合就可以了。下边呢，我们来解决它这个模糊的问题。模糊的问题呢，主要是因为这个地方 refine 的这个步数是不够的啊。它现在是30步嘛，你跳过了2步。剩下呢大概有28步，你只用8步来进行优化，所以说是不够的。那这儿呢，你可以改一下。我们先改一个极端的，我们改成，那我们再来看一下，大家看一下，当这个步数和你这个步数越来越接近的时候，这个速度就会更快。也就是说，虽然你这儿用28步进行优化，但它真正采样的速度会更快，是因为你这个加速会更加有效。因为如果是刚才那个样子，它会按照30步进行规划，但是你真正采样的时候只采了8步，对吧？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啊。所以说，待会儿你会发现我们用了28步采样啊，然后你会看到这个时间可能会更短一些。这个呢大概只用了64秒啊，这就是刚才这个加速它没有起作用，跟你这儿设定有很大的关系啊，就是你这个真正采样步数和你设定这个采样步数是不是一致？如果你不一致的话呢，你这个加速它就不大会起作用啊。那现在呢，我们其实得到了一个效果啊，这个效果你总体上来看的话呢，它们之间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。是因为呢，你在这个地方啊 ，skip 出来的步数呢太少，你可以把它再增大一点，比方你可以5步，然后25步，大家可能能看到了，就是说现在呢，它就能比较好的来把这个人物的特点呢可能继承下来啊，然后它会做一些 refine 的采样，对吧？所以说动作呢可能也会有一些继承，包括整体的这个画面的感觉、环境啊、人物都会有这样的一些效果。当然这个还是 refine 的步数太少啊，看手这个地方其实不是特别的到位。下边呢我们再做一些基本的调整。首先呢建议大家啊，如果你做这种设计的话呢，尽量是49步的，25步的时候有的时候这个特点发挥不出来。另外的话呢，就是这个步数可以再增加，比方你可以到40步，然后呢，这个你可以是5步到35步，然后呢，我们再来踩一下，大家看一下，这个再高了，我觉得没有太大的必要啊。
就是40步采样，我觉得是一个不错的选择。当然，这个也是我试出来的，并没有什么理论的依据。大家注意啊，即便是40步采样，由于我们的 Tcache 的加速，它用的时间呢也不会特别的长。好，大家看一下这个效果呢就会更好一些。有人说这个汉服的效果没有出来啊，是因为你这儿这个5步还是有点多，你可以让它再小一点啊，比方到2步或者是几步，这个我就不去试了啊。就是大家明白怎么用 Float Edit 才能出一个比较好的效果。好，下边呢我们回到我们之前做的那个例子里边，大家看一下啊，我们现在有这样一个视频是我们用会员生成的，然后呢我们把它提示词拷贝一下，那我们再一次回到我们这个工作流里边，把提示词给它换掉，注意2个一样啊，注意我这儿这个玩法啊，2个一样。然后这个视频呢，我也会用我们刚才的那个视频，大家注意2个提示词是一样的。那我现在要做的一个事情是什么呢？就是我现在会在这儿加一个 LoRa， 这儿我会用我自己训练的一个 LoRa 啊，给它加上。那我用的加载的节点啊，是我们之前说的那个防止污染的那个加载方式。对啊，这儿我选成 Double Blocks， 那我们看一下效果。好，大家看一下，刚才这2种方式，一个是调提示词，一个呢是加这个 LoRa。那我之所以用会员生成的这个视频呢，是让这儿的这个提示词更加的准确啊。大家看一下，这个也是非常棒的啊，非常到位的。当然呢，你可以在这个基础上去改提示词啊，比方说我在这儿加上汉服，它可能汉服的效果会更强一点。那我们再采样生成一遍啊，大家看一下，这个汉服的感觉可能就会更好一点啊，跟这个视角上来讲可能也比较像啊。当然我建议大家啊，就是如果你想出的效果比较好的话呢，这个可以稍微的小一点啊，比方这儿到3，这个加不加都可以啊，因为它35步采样或者是30步采样，基本上是可以把整个的这个图像给它优化出来的啊。那我们调成3，那这样的话汉服的感觉就会更强烈一些。看一下啊，这个汉服的感觉就更加的飘逸一些，对吧？但是它整个环境啊、人物啊，其实还是参考这个去做的啊，不能说完全一致，对吧？那当然呢，如果你不是会员生成的视频，就是类似于我们刚才看到的这个里边，其实也是可以做这个 LoRa 的加入的。那我们同样也可以用会员 LoRa 来加入我们训练的一个会员的 LoRa。这儿呢，我同样还是用 Double Blocks， 这个地方我们还是调成3吧啊，因为5呢有点太强，你会发现提示词里边的汉服呢是不起作用的，对吧？注意啊，这汉服写错了啊，那我们还是调成5啊，大家看一下效果，知道是原理是什么就行啊。那就是现在视频并不是我们用会员生成的，那我的提示词呢，可能也没有办法对环境啊做很多的约束，那这个时候只能靠哪儿呢？只能靠调整这个步数来控制一下生成和输入的这个相似度。你会发现现在环境啊，包括后边是这个门，左侧有这么一个东西啊，跟这儿基本上呢是一致的，对吧？那现在我们仅仅是加入了一个 LoRa， 然后这儿提示词稍微改了一下。那大家会发现啊，我们就得到了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效果。所以说呢，这个 Float Edit 如果我们用好之后呢，你会发现啊，它会利用一个原视频创作出来啊非常棒的一些风格变换的视频。这个大家可以自己不断去尝试啊。好，今天呢我们就讲这么多，关注我，做一个懂爱的人。